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咪抱枕套，橘色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知社进入查看。这款抱枕分为主体、肚皮织片和装饰这几个部分，其中主体又包括织片、头部、耳朵、四肢、尾巴和组装。肚皮织片包括底片和织片1到8，剩余部分都是装饰。首先学习主体的织片部分，织片需要钩织2片，钩完后拼接缝合，并在开口缝上拉链。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钩织前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2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用到的针法有 F 长针、FV 长针加针、锁针和引拔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取出对应线材，小样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表格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先单环起针，起针就完成了。下面钩第一圈，21是14F，F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针长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14个长针。先立起立针，这里我们使用隐形起立的方式钩织，将线圈拉长至大约1个长针的高度，这里是接近2厘米高。然后钩针逆时针绕圈，将线从线和线圈之间勾出，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这样1个长针的起立针就钩好了，算作1个长针。这一针同样有一个针目在上方，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钩13个长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收紧织片中心，线圈就收好了。将线头放在反面，接着在这一圈的起立针上钩一个引拔针，同样挑上方的2根线，起针的线头一起放到钩针上方，收进来。这里引拔针不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且是不拉紧的，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现在面向我们的是织片正面，接着钩第二圈，22是14FV，FV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连续钩几个长针加针，这里表示钩14个长针加针。长针加针是在同一针上钩出2个长针，先立长针起立针。我再强调一次，主体的每一圈的第一个长针都用隐形起立的方式钩织，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拉长线圈后，逆时针绕圈，绕线从中间钩出，再钩出钩针上的线圈，第一个长针就钩好了，对应上一圈第一针的位置，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继续在这一位置上钩一个长针。
钩织时将线头放到钩针上方，继续收起来。这样就在一针里钩出了2个长针，继续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这一圈一共需要钩出14个长针加针，继续钩完剩下的部分。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接着在起立针上引拔，一定要注意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并且不要拉紧，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可以剪断。第2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圈，23是 FV 乘以14，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开始钩一个长针，再钩一个长针加针，FV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长针，再钩一个长针加针，这是第2次。这一圈要重复钩织14次 FV， 剩下的几次全部按照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的方法来钩。最后引拔结束。第3圈就完成了，主体的剩余部分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演示过，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与之前类似，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其中不加不减钩织表示一针对应一针钩织。看一下，织物表面形成这样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按照纹理数圈数即可。钩织时不要忘记起立针和引拔针，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参考表格将2个织片钩完，其中一个织片在钩完后预留2倍周长的线头用于缝合。接着钩头部，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然后与主体缝合。用到的新针法是 CH 锁针、X 短针、V 短针加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表格里起针是 16CH， 表示起针方法是锁针起针，共起16针。先打一个活结，然后钩16个锁针。起针就完成了。起针完成后，开始钩第1圈，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上开始钩织。调里山是指钩织时要调锁针后方这样的度线进行钩织。V 是短针加针，是在同一位置上钩出2个短针。这里我们挑倒数第2针，锁针的里山，钩一个短针加针。13X 表示13个短针，依次调里山，钩出需要的针数。
4x 的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4个短针。钩完后旋转织片，在锁针剩余的辫子上继续钩 13xv。起针的线头一起收一下。钩完后引拔，拉紧这一针，没有收完的线头断线。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二圈，新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之后对照表格钩织相应针法。钩完后再钩一个引拔针，这里引拔针同样拉紧，之后没有特殊说明的引拔针都需要拉紧，这样第二圈就钩好了。头部剩余部分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演示过，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与之前类似，大家对照表格钩完头部即可。注意每一圈开始都要钩起立针，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并且拉紧。钩完后预留2倍以上的长线头用于藏针缝。下面学习耳朵，耳朵一共2只，分为外耳和内耳。外耳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对照表格将外耳钩完之后，预留3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这样外耳就讲完了。继续钩织内耳，内耳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H 加数字表示行数，先来钩第一行，2ch 到2v 表示锁针起2针。在倒数第2针上开始钩织，钩一个短针加针，这里一条锁针的2根线钩织。钩完后第一行完成，继续钩第2行 ，ch 翻 2v 表示先钩一个锁针，翻是将织片翻面，接着钩2个短针加针，这样第2行就钩完了。第3行 ch 翻 3xv 表示先钩一个锁针，织片翻面后钩3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第3行完成。第4行先钩一个锁针，翻面后钩4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第4行完成。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
断线。这样内耳就勾好了，内耳还需要再勾一个，按照演示方法对照表格勾完即可。接下来学习四肢的勾织，四肢包含3个指头和剩余部分，先依次勾完3个指头，之后再将3个指头连接到一起，勾织剩余部分。用到的新针法是 A 短针减针。下面来勾指头1，环形起针，勾4个短针，拉紧起针的线头。这里因为一圈的针数较少，可以从后往前找到第一针，在第一针上引拔，拉紧这个引拔针，这一针一定要拉紧，方便下一圈的钩织。第2到3圈是不加不减进行钩织，注意钩织时数清针数。面对我们的是正面，要把它翻出来，然后在第一针上继续引拔，拉紧，继续钩第3圈。最后的小洞比较小，注意入针位置。钩完后，钩一针锁针固定，预留较长的线头断线。起针的线头塞回指头的内部，剪短多余的线头。这样一个指头1就钩好了。参考这里的演示，钩完指头2和指头3，指头3钩完后不要断线，需要继续钩织剩余部分。看一下，这个就是钩完后的3个指头，继续往下钩织。指头3没有断线，我们先钩一个短针，接着拿起指头2，也就是钩了4圈的这个，在第一针位置开始连接，钩织2个短针，继续拿出指头1，在第一针位置开始连接，钩织4个短针，之后到了指头2，在剩余针目上钩出3个短针，到了指头3，在剩余针目上钩出5个短针，
钩完后，在第一针上引拔，第一圈完成。看一下，3个指头就连接到一起了。下面钩第二圈，先钩2个短针，再钩1个短针减针，先钩2个短针未完成针，绕线钩出1个短针未完成针就钩好了，再来钩1个，接着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1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再钩2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先钩2个短针未完成针，之后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就钩好了，再钩3个短针和2个短针减针。钩完后引拔，第2圈就完成了。接下来的圈数编织方法之前都有讲解，继续对照图解把剩余部分钩完，完成后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这样4支就讲完了。下面看一下尾巴，尾巴除了第11圈的钩织方法比较特殊以外，其余部分的编织都比较简单。先对照图解钩完前10圈，现在是完成了第10圈的小样，开始钩第11圈。这一圈实际上是先片钩，再绕圈钩一整圈的。根据图解，我们先来镀线，拉大线圈，掏出线团，拉紧线圈，之后找到第10圈的第10针，在这一针上接线，这里镀线要和织片齐平。拉伸好后开始钩织，立一个锁针，拉紧这一针，然后钩4个短针和7个锁针。这里的锁针辫子都是用于过渡，放在织片后面即可。继续找到第9针，也就是右侧这一针，直接钩织2个短针，挑针目钩织即可。然后是1个短针减针，2个短针，第2个短针，我们在上一排针目的左侧一针进行钩织，继续钩9个锁针，再来演示一次，找到第8针，开始钩织7个短针，9个锁针。钩完后看一下这一圈片钩的部分，都是在第10圈从第10针开始，一直到第2针上，从右向左钩出相应的针法。锁针辫子用于过渡，放在织片后方。下面对照图纸钩完这一部分。
这里因为尾巴长度较长，可以在钩完一部分后，边塞入填充棉边继续钩织。这样分段塞棉可以让填充物填充得更加饱满。继续往下钩织，钩完后到了第一针的位置，在第一针上开始钩织4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9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4个短针，钩完后在第一针上引拔，这样第11圈就钩好了，剩余部分又都是绕圈钩织，参考图解钩完即可。这样尾巴就讲解完了。接下来开始组装，看一下，这个是完成后的2个织片小样。将织片预留的线头穿上缝针，织片的反面相对，记号扣，标记出预留的开口位置。具体的开口位置针数，请参考图纸。剩余的针目就是需要缝合的部分。缝针从前向后穿入相对的针目，稍微拉紧，之后依次穿线缝完这一部分。每一次都是从前向后穿入缝针进行缝合的。这样的缝合方法叫做卷针缝。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缝完标记的位置。缝到最后一针位置时，可以再多缝一次加固，然后藏线头断线。看一下，这个就是织片缝完后的样子。接着在开口处缝拉链，这里使用的是隐形拉链。较平的这一面是正面，有齿的一面是反面。织片和拉链的反面面向自己。拉链放在开口位置，用细针和细线来缝。线材取主体相同的线，长度约开口的2倍长。抽取其中的2股用于缝合。
线头穿上缝针后，先在线尾打几个结固定。因为拉链较长，可以用记号扣将拉链与织片固定一下。我们先缝一侧拉链，缝合前可以用铅笔或者水削笔在拉链反面画线标记，方便之后确定拉链的位置。拉链末端缝2针固定。接着沿着边缘用平针缝的方法，也就是一针进一针出的方法缝合拉链与织片。缝的时候尽量不要拉伸织片，防止织片变形。每缝完一段都检查一下缝合的效果，针距短一些，缝合的会更加紧密。因为是隐形拉链，我们在缝的时候注意这里的拉链要能正常的拉开，不要卡住。一侧拉链缝完后，到了另一侧开口处，将拉链与织片固定几次。固定好后，线头过渡到了另一侧织片，继续缝合另一侧拉链。注意，这一侧拉链缝合方法一样，但是要和缝好的拉链对齐，也就是之前标记的位置对齐。按照之前演示的方法缝完。缝到另一侧后，同样固定一下。
之后藏线头断线。看一下，这个是拉链缝完后的样子。拉链的缝合就讲完了。下面缝合头部，将它缝到织片的正上方。先看一下成品，头部前后位置缝在大约织片的倒数第4圈，针目的位置，侧边与织片缝合处对齐。缝完后的头部是一个圆弧形，为了不缝歪，可以对照实物提前将头部用记号口标记在织片上。这个是标记后的头部小样，下面用藏针缝的方法缝合。缝针先挑起织片，这里挑起的部分越小，缝合的越紧密。之后挑头部织片，挑起的部分织片和头部织片尽量宽度一致。入针位置可以在上一针的出针位置入针。继续依次挑织片和头部织片，入针位置都在上一出针位置，可以多挑几次后拉紧线头。看一下这样的缝合效果，表面看不到缝合线，按照这样的缝合方法继续缝合。继续往下缝合，后面要留一个小口用于塞填充棉。现在还剩一个小口，塞入填充棉。填充时尽量填充的松软饱满即可。小口的位置可以不用填满，继续往下缝合，边缝边填充即可。缝完后，线头在头部穿线几次藏线头。
之后打个结，穿回内部，断线。这样头部就缝好了。耳朵部分，先将内耳缝到外耳上，外耳的起立针放在侧边，捏扁织片。内耳的最后一排针目在下方，放到正中。平针缝的方法，绕圈固定内耳的最外圈。缝完后藏线头，将外耳放到头部锁针起针的两端，内耳朝前，标记好位置。之后用卷针缝的方法固定到头上。这里穿针时需要一次穿过2层的织片。这样一侧的耳朵就缝好了。之后在头部内侧藏线头，断线。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完另一侧耳朵。在缝合四肢之前，先处理一下2个指头之间的小洞位置。卷针缝合，把这2个小洞缝到没有空隙就可以了。缝完后，线头穿回内部。
可以再穿一次固定线头。这样2个指头之间的小洞就缝起来了，另一侧小洞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好。缝完后可以塞入填充棉，剩余的线头也直接放在内部。这里填充棉不要塞得太满。看一下实物，我们在缝合四肢之前，先用记号扣标记位置，开口的两端各需要安装一个，距离头部8到9针的位置各安装一个。四肢有上下之分，靠近头部的指头3向上，靠近开口的指头3向下。之后用卷针缝的方法将四肢缝到织片上。最后固定尾巴，尾巴在开口的正中间，任意方法将尾巴固定到织片的最后一圈，安装牢固即可。这样主体的组装就完成了。下面学习肚皮的钩织，看一下成品。这里肚皮由底片和织片1到8 9个织片组成。先学习底片的钩织，底片是环形起针，立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是 SL 引拔针、E 长长针、3卷长针、3卷长针加针、EV 长长针加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底片的1到14圈钩法比较简单，大家对照表格钩完即可。这里是已经钩完了一部分的小样，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底片最后一圈遇到的新针法。先对照表格钩织，一直钩到19 SL 的位置。SL 是引拔针，这一圈的引拔针是不拉紧的，直接绕线钩出即可。之后继续对照表格钩到3E 的位置。E 是长长针，这一针是先绕线2圈，之后将线钩出，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3次，长长针就钩好了。再来钩一次，先绕线2圈，绕线钩出，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3次，又一针就钩好了。对照图解，钩到3卷长针加针前。这一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3次，再绕线钩出，之后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4次。这个就是3卷长针的钩法。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3卷长针，钩针绕线3次，绕线钩出，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4次，又一针就钩好了。因为是在同一位置钩出2个3卷长针，所以3卷长针加针就钩好了。之后还会遇到 EV 长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出2个长长针，方法比较简单，我就不演示了。这样底片遇到的所有针法就讲解完了，底片就讲解完了。继续学习织片1到8。
这几个支片都是锁针起针，来回往返编织，用到的新针法为 M 短针3针并一针。因为编织方法之前都有讲过，这里先学习新针法的编织方法，再对照图解编织即可。短针3针并一针，钩针穿入左侧针目，绕线，钩出，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接着钩第二个，穿入相邻针目，绕线，钩出，完成2针短针的未完成针。继续钩第3针。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4个线圈，一针短针3针并一针就完成了。这就是短针3针并一针的钩织方法。这样，肚皮钩织的部分就讲解完了。下面将肚皮组装起来，组装前确定织片位置。这里底片是反面朝上的，织片1到8的顺序分别是1、2、3、4、5、6、7、8。这里可以先将织片3与底片边缘对齐，其他织片再对照成品摆放。确定好位置后，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开始缝合。这里织片1到8使用的是印象日出线材，直接缝合表面会有痕迹，可以使用藏针缝，使用细针细线挑织片相对的表面线段进行缝合。且因为使用藏针缝，缝合线可以任意选择，织片和底片全部缝完后待用。这样肚皮的部分就讲解完了。接下来看一下装饰部分，由各种小织片、刺绣组成。钩完小织片后，参考成品进行组装。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 FW 长针1针放3针， 5FQ 长针5针的枣形针，还会遇到大括号，表示括号内的为一组，其中 W 表示在同一位置钩出3个短针， FW 表示在同一位置钩出3个长针。方法比较简单，我就不演示了。除了项链和爱心以外，其余的部分都参考图纸进行钩织，且需要预留较长的线段用于之后的缝合。下面钩织项链，先锁针起4针，到4，也就是第一个锁针上开始钩织。5FQ 是长针5针的枣形针，先钩出5个长针未完成针，绕线，钩出，钩出前2个线圈，长针未完成针就钩好了。再钩4个，绕线，钩出，穿过前2个线圈。现在钩完了5个长针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1个枣形针就钩好了，大括号内的一组就钩好了。再来钩一组，先钩4个锁针，然后在第一个锁针处，也就是这样的小洞内钩织枣形针。
钩完后看一下，项链就是重复这样一组的钩织。这里的项链要能绕头部下方一圈，钩完后如果较长或者较短，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项链就讲解完了。下面我来演示一下爱心3的第2圈，这个是已经钩好的第1圈，钩一个锁针起立，调锁针辫子，一一对应钩出3个短针。接着在针目上开始对照表格钩织。这里引拔针不用拉紧，锁针对应下方的锁针，在下一针位置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之后继续对照表格钩织。最后的3个短针也是钩在锁针辫子上。钩完后引拔，预留长线头断线。爱心3就钩好了。风筝是一个高6厘米、宽4厘米左右的菱形不织布，将不织布剪出后，先横竖粘贴线段。这里线段可以稍微拧紧以后再粘贴，这样粘完的线段不会松散。两端预留线头剪断。之后再绕圈粘贴。粘完后，可以在4个角的线段上再涂一点胶水，然后稍微拧紧，剪断多余的部分。这样，等胶水干了之后，线段就会比较立体了。4个角都按照相同的方法处理。像这样比较松散的位置，也可以补涂胶水，然后捏出形状。之后等胶水干了就可以了。按照演示的方法，将所有的线段和角都处理好，然后将它粘到需要的位置。之后固定风筝线，风筝线是需要钩出需要的锁针后，先用水削笔画出形状，之后可以将锁针辫子放到上面量一下，看一下长度是否合适，不合适的话调整锁针针数。之后开始沿着画线缝合，穿入缝针，间隔一小段距离穿出。
对应辫子位置的里衫穿过，穿回穿出位置，继续间隔一小段距离穿出，对应的锁针里衫位置穿过，穿回穿出位置。按照这样的方法缝完风筝线即可。还会遇到回针绣，下面我演示一下方法。缝针穿出，间隔一小段穿入，间隔一小段穿出，接着穿回上一穿入点，继续间隔一小段穿出，穿回上一穿入点。这个就是回针绣。继续看实物，装饰中织片选择合适的方式，或者藏针缝，或者平针缝，将它们和肚皮或者主体缝合。按照讲解过的刺绣方式，参考实物和对应颜色缝出装饰。缝合前可用水削笔画出需要位置。腮红和舌头是不织布剪裁后用酒精胶粘贴到对应位置，之后再缝出胡须。顶部条纹1是放在中间，两侧是顶部条纹2，主体两侧还需要固定身体条纹。装饰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最后再将肚皮和主体组装。这样剩余的装饰部分就讲解完了。到这里整个抱枕就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